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专科实习生跳楼与习近平的豪言壮语，第二个是罗永浩还债和直播带货。我们今天也讲讲直播带货，因为好几个朋友来跟我聊这个事情。另外呢，就关于这个深圳这个跳楼的实习生的问题7月25号上午10点半，湖北十堰市汉江科技学校计算机专业的2019年级的实习生他于同学在这个深圳宝安的实习工厂员工宿舍跳楼身亡。6月8号，他刚刚过完他17岁的生日。那么这个学校呢，就是江汉科技学校，是6月10号把这个计算机专业的2019年的这个学生90多名学生送到了深圳宝安沙井这工厂叫华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实习。那么这次实习呢很奇怪，他取消了期末考试然后呢，以这个教学大纲的要求为理由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参加，还说呢3个月去实习3个月，每个人可以得12000块钱那么到了深圳之后，这些学生都是大家知道2019年的这个2019级的话，那就基本上是17岁那这17岁的学生被当作普通的工人分配到不同的车间的流水线，每天工作11个小时，而且分成白班跟夜班从事体力劳动那么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上昼夜颠倒有些学生不适应，甚至受伤那么一般的工人一天工资是26块钱，学生只有14块钱，工作11个小时只有14块钱。然后呢，现在就是这些学生到了这个工厂里面以后呢，他们是由这个劳动派遣公司和这个工厂建立了联系，然后就是劳动派遣公司加上学校加上这个工厂的车间3个方面对他进行管理对这些学生90多名学生进行管理。6月17号遣返2名学生，开除1名学生的学籍，并且全班通报到了23号上夜班的时候，这个于同学就跳楼的于同学撞破了头，而且眼镜架也断了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头部流血，然后但是要求他把班上完。24号他请假外出配眼镜被许可，然后但是呢到了25号呢，老师却宣布他第4次旷工，要他写说明，而且电话通知家长。于同学就跟他的室友说这个组长故意搞我写了请假条，他说旷工所以是学生搞我。然后上午9点50分的时候，他独自去了阳台。10点13分，这个班主任在群里面通报批评于同学，说到今天为止旷工4次，今天按照企业和学校实习管理规定提出严重警告，如果再有下次坚决开除。15分钟以后，于同学就跳楼不治身亡。然后这个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在阳台上的情况那么楼下的监控录像呢，拍到了他掉落的情况时间是6月25号上午10点28分。事发之后，这个学校叫回了他的3名室友然后6月30号，深圳市多个部门介入此事，责令工厂支付一笔赔偿费给这个于同学的家属，就是他的父亲，并且签署了保密协议。7月1号，这个于同学被火化，然后家属
带着这个骨灰就离开了深圳，回老家。教育部呢就派人进驻这个汉江科技学校参与调查。那么7月2号，所有的实习生在深圳的实习生终止实习，返回丹江口。这个学校在丹江口，不在实验室而且特别奇怪的是，汉江科技学校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前年2019年的3月这个汉江科技学校安排一批学生到东莞电子厂实习，也有一名学生堕楼身亡那么汉江科技学校是一个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就是我们说的中专那么建于1987年，前身是丹江口移民工程中等专业学校，是一所专门为这个库区移民服务的那么学校有15个专业。那么在丹江口的眼里这个丹江四中、丹江口职业技术学校、汉江科技学校指的都是同一所学校。那么学生说这个门口挂了好多牌子还有一个是什么叫实验室医学科技学校那么实习工厂是在这个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然后叫华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那么华高王氏呢，它主要是经营工业工具，然后远程通讯、消费电子、电脑设备。母公司是香港兆伟实业公司华高王氏呢，在香港的他在香港的公司叫王氏国际王氏国际是成立于1977年1983年上市。王氏国际是家上市公司86年在深圳开办的这个王氏华高科技厂那么华高王氏呢，一直有和中专中等职业学校合作的惯例。2019年4月，他和贵州省电子信息技师学校开展校企合作。2019年的7月，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北海校区签约，建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另外呢，劳动派遣公司，一个是深圳市成安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也都是成立在去年才成立，只有8个月的历史那么华高王氏的工厂里面，每个工厂有7、8条这个生产线，就是流水线那么学生上岗上班的期间，他一个车间有车间的主管，然后每条生产线他们叫拉长，拉其实是发音不对，是 line， 每条线就是一条线，就是一条生产线就是一条 line， 然后他们叫拉长，就是主管，一条生产线的主管。那就是拉长、派遣公司还有驻场的老师3个来管学生记者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学生呢搬的箱子有20多斤重，相当于5块砖一天要搬10几个小时，不许请假，不许旷工每天是夜班，也不能打瞌睡然后这个工厂的主管会统计报告给学校，然后学校就处分他们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其实违背了2016年教育部有一个规定叫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那么这次汉江科技学校它的这个实习安排有多处违规它12条规定第12条规定说，学生参加更岗实习、顶岗实习前，职业学校、实习单位、学生3方要签订实习协议。那这次他们显然就没有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14条规定，
未满18周岁的学生参加更岗实习、顶岗实习，应取得学生监护人签字的知情同意书。当然这次也没有啊。第45条，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者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显然这个违反了啊。第16条，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那每天都在加班啊，那每天都有夜班。第19条，不得扣押学生的居民身份证。其实呢，他所谓的不得呢，所有的都得，都已经发生了啊。一到达深圳，学生的身份证就被老师收走，然后一个是兴业，一个是成安劳动派遣公司啊。那强迫学生实习生去工厂实习，实际上就是成为工厂的廉价劳工啊。那么这一直是中国专科学校的操作，中国的专科学校这件事情非常的普遍，基本上都发生啊，就是每个学校差不多都在发生，发生不了的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就找不到下家啊。那么学校通过向工厂提供廉价的实习生啊，然后获得利益，工厂通过获得廉价的劳工获得他的利益啊。在这个三方当中，唯一受害的是谁？就是学生。这些未成年的学生当然承担不起这个成年人的劳动强度，这是一个不意外的情况。但是学校为了配合工厂的这个劳动要求，给学生施加压力，通常的压力就不让你毕业啊，开除，不让毕业，不发毕业证，强迫学生完成实习。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刑事案件啊？为什么？强迫劳动啊！所以这是基本上你把这件事情可以看成是什么？现代版的奴工，因为他不是自愿，他是被迫啊，被强迫劳动，那不是奴工是什么？那现在呢？这件事情呢，这个媒体全部静默，中国媒体全部静默，网上的资料也被删除啊。那么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为了钱不择手段，人的生命的价值在这个链条中完全被忽略。我们其实这个新闻已经在上个月底已经发生了，但是现在这个新闻就被消音啊，被消音，也没有人出来反映这件事情啊。那我之前我们知道有这个发生，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么普遍的现象。那我想把这件事情跟什么事情联系起来讲，跟习近平在这个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面的讲话，我想把它放在一起来讲，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习近平在这个领导人峰会上面的发言，其中讲到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反对单边主义啊，这个反对这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个讲的这个，另外还讲了民主，还讲了社会制度啊。我就平时呢，这个很分散，习近平也好，中共也好，针对这几个问题，他都说过很多啊，我也没有集中反馈，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觉得这些话都是屁话啊，不值得一驳。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个专科生这个于同学跳楼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值得反驳一下。为什么？你不反驳，他还觉得他说得通啊，所以我还是要反驳一下。我想放到这个案子后面一起反驳。第一个，他说的第一点叫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啊。中国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啊，只是在大家看不到的领域。就算是中国文革那个时候
就算是中国在文革、在大跃进、在饿死人的时候，中国都在扩张，中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东南亚的扩张一直是中国扩张的主要的方向那么包括印尼共产党的政变，包括马共的政变，包括越南，包括柬埔寨，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共从来没有停止过扩张所以他就说这话不符合事实。过去10年，中国扩张的步伐令全世界侧目。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扩大军事力量。那么中国每年都在提高军费，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过的。过去10年，过去不止10年，过去20年，中国每年都在提高军费那么增加武器装备投入巨资建造航母、军舰、潜艇，寻求建立全球的军事基地这是中共干的事情，这不能抵赖不了。第二个叫经济胁迫通过经济实力胁迫其他国家服从于自己的外交、军事和政治需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澳大利亚就是非常明确，中共自己也承认的经济胁迫。第三个，在南海填海那把这个岛礁军事化那么在台湾海峡军事威胁台湾这第三。第四，一带一路就是非常典型的经济扩张政策，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是所以其实习近平讲的这番话与他做的事情完全南辕北辙。这是第一个我要反驳的。他所谓的不称霸、不搞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民主他这么说，他说实现民主有多种样式不能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判断，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这个话呢，其实呢就是一个白马非马的逻辑错误民主和专制有本质的区别不管专制或者独裁的体制是怎么伪装，它都装不成民主制度。你比如说中国中国人民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中国不存在一个民主制度，这件事情是事实你就算你假装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假装有人在那里投票，我们中国人民都很清楚，我们都亲身经历，这件事情是假的，是骗人。中共在垄断政权，中共实行的是独裁政治，这不是西方国家编造，是中共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中国既没有民主政治的自主，也没有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权益被中共剥夺，这是铁的事实。习近平的话术水平很低，白马非马，你怎么白的马都是马，怎么伪装成民主制度的独裁政权都是独裁政权所以这件事情，关于民主这个制度，中共是不可能伪装成。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独裁者这么厚颜无耻的讲这番话，没有一个独裁者有这么厚脸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人民评判是对的就这个到底民不民主这件事情应该由人民来评判，这个话没有错，习近平说的没有错，但是前提，它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就是中国人民必须拥有言论自由你评判你得讲出来，对吗？而且中国的媒体要代表中国人民发言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共剥夺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虽然这个言论自由被写到中国的宪法当中，但是中国人民没有言论自由。现在中国人民你看看中国在网上抓了多少人网上发言，因为网上发言被抓起来多少人
那中共垄断了所有的媒体，并且对自媒体进行严厉的这个言论管控。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让中国人民评判，那是虚伪，也是无耻的啊。那中共对自身的这种独裁体制的吹捧，就是典型的他自己说的少数人说了算啊。这是第二点，就是关于民主制度啊，关于社会制度。他说他这么说，他说社会制度嘛，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中共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实践，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一定走得稳、走得好。我们来讲一下，各国人民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这话非常正确。这话是绝对是对的啊。但是中共从建政到现在，中共从建立政权1949年到现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让中国人民选择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没有给中国人民权利选择社会制度，从来没有过啊。中共从什么呢？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到户，从大跃进到公私合营，从改革开放到国进民退，从三反五反到文革，从这个严打到我们可以数出100个来，各种折腾，各种反复，中国人民承受着中共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摧残，从来没有选择权。中共的带领，刚才习近平讲的带领，这不是真相。说中共带领中国人民，不是的，中共是强迫，是逼迫，从来没有带领过。简单的说，中国要是没有中共，中国可以走得更好，走得更稳。中共选择的路是什么路？是一条与人民为敌的路，是一条违背历史潮流的路，是一条与世界先进为民背道而驰的路，是一条死路。中国的未来从来不在中共的手里，在中国人民他们自己的手里。这就是我的回应。我为什么要讲这番话？就是我看到这条新闻，我非常的生气，因为昨天在推特上有人把这个习近平的这段话贴出来，说这个民主说什么民主没有一个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是的，再独特的民主也不会是长得像独裁的样子，再奇特的独裁也不可能变成民主的样子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中共就玩弄这些话术，我们今天专门的讲一下他们的这个话术好，我们再讲讲什么呢？再讲讲这个罗永浩，罗永浩还债和这个直播带货罗永浩最近冲上了热搜因为说什么？因为他说这个他用了3年时间还清了6亿的债那么他在这个我的青铜时代的节目里面说他还债的速度比预期要快那么原来计划5年还清这个6亿的债，没想到今年年底就能还清。完了以后呢，他的这个微博，官方微博叫交个朋友直播间说了一段话，他说6亿债其实是当年做这个锤子科技欠下的，我还是锤子的用户那么目前罗老师正在努力工作，直播带货、形象代言估计今年年底能够还完。说热搜标题误导公众那么目前还没还，没满3年，希望各位网友不要误会你看这个罗永浩还债还这么快，说明什么？说明直播带货真的非常挣钱那么去年的4月1号，罗永浩在抖音开始直播带货
那么第一次首播首秀破亿，那么意味着什么？其实罗永浩去年4月1号的直播带货，其实开启了一个潮流什么潮流？就是直播带货的潮流。那么大家想一下我们现在看我们知道的这个薇娅薇娅是头部了去年薇娅卖出的女装销售额达到27亿一个人就干掉一家这个 A 股的上市公司那么李佳琦大家知道李佳琦一小 Oh my God 喊一嗓子，2000万人家里就多一份快递快手流传着2个传说，一个是一年带货133亿的辛巴，另外一个是8小时带货1.6亿的散打哥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直播带货的神话，这都是直播带货的神话，在抖音活跃着数以10万计的网红主播那么柳岩带货，柳岩第一次上这个出现回到大众的面前就是直播带货，直播第一场卖了1500万，3个小时。那么柳岩以明星的身份加入电商主播，也是一个跨界的转型，但是他不是第一个人我们可以讲后面就，那么去年去直播间当一个带货主播是中国明星的一个潮流柳岩就是这个潮流之一。CNNIC 就是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的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去年的9月份，中国网络购物的用户规模达到7.5亿那么每100个人在网上购物的用户，其中有41个人是在直播间下的单，所以直播带货是个非常重要的渠道。这些明星，你像柳岩，像这些明星直播带货有2个优点第一个优点是什么？就是它有流量上来就是流量。那么然后是什么？然后是直播直播带来的这个观众流量，一个是直播的流量，一个是明星的流量，2个加在一起，形成一个脉冲那么阿里巴巴的副总裁加洛在一个节目上说，他说他们做过统计，他们自己做过一个统计，去年中国演艺界99.5%的明星都去了直播间做网络带货，那你99.5%只剩下0.5%，不知道他是不肯还是没人要那6月18号618这个明星带货大爆发，淘宝直播一口气邀请了300多个明星，然后京东呢就推这个明星直播课程那么有30多万场直播那么没有戏拍，现在明星没戏拍，那么它就变成了什么？他们就变成了商业，就变成了直播的主播我们讲5月14号，去年5月14号，刘涛化名刘一刀开直播第一天成交额就是1.48亿，陈赫抖音开直播间首秀4个小时8000万，张雨绮快手然后是和辛巴合作带货2.23亿，接着郑爽、张韶涵、汪涵、王祖蓝、王耀庆、叶一茜、胡可、杨坤、李小璐都成为这个带货主播。但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进入这个带货主播、带货网络直播、网络带货的这个行列越来越多。
它形成了一个竞争链。这个竞争链的规律是什么？第一条竞争链，企业家明星比这个普通明星更厉害。我们上面来讲的这个罗永浩是企业家明星啊，比如说微商明星张庭啊，范爷这个林依轮啊，这个都为代表，他们这个企业家的身份比明星更靠谱啊，所以他们的力量更大，这是一个。第二个竞争链，主持人比演员比歌手更能带货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我爱听啊。第三个是中年明星比小鲜肉更能带货，大概是中年明星比较有说服力啊。举个例子，秦海璐就是聚划算看中了秦海璐，帮他搞了一个直播间，叫划算情报局啊，专门帮助他这个两头拉，他是两头拉，往中间让这个企业减价，然后给大家带来好处啊。吴晓波他的判断是什么？他判断是，直播电商今年2021年有望突破25000亿，占互联网电商总量的20%，这是吴晓波啊。毕马威认为，去年是1万亿，今年是2万亿啊，不管是2万还是25000亿，都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啊。那吴晓波说，全国将会涌现200万到300万个直播间啊，能够带来2000万的就业啊。那么直播带货啊，可以为个体来说，让更多的人拥有可能性啊。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网络带货必须要有规模，但是永远是头部挣钱啊。底下的只是金字塔的，你当做一个金字塔的底座而已啊。那么现在呢，除了这个薇娅、李佳琦啊这些，加上明星，加上主播，加上企业的 CEO 都开始都进了啊，都进了。那这种直播带货的这个模式有什么特点？它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啊？总结一下，有几点啊？我们总结一下有几点。第一个，不可重复，所有的直播都不可重复。你比如说像我们的直播，我们不可以重新来过，就是错了也就错了，你只能更正，不能说我把这段剪掉，不行。所以直播它有一个不可以重复的这种不可以重来过的这属性，这个属性呢，可以让观众或者是让这个买家体认到这种真实性。大家知道我们看广告其实是有一种防范心态啊，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天花乱坠，我现场看不到。而且你给我看一段片子，我不知道那段片子中间剪了多少刀，但是直播不是，直播你直接涂完之后，你看擦掉了，那就擦掉了，所以它更真实啊，更真实。所以不可重来的这件事情，它反映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性容易带来一种信任感，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同一时空，主播和观众。虽然主播面对的是千万观众，但是只要你看着镜头说，对所有的观众来说，他都有一种感觉是你在跟他讲话，所以他跟这个观众这种接近性更强，而且他能够实时的互动。你说，比如说在某一个动作，在某个阶段，你在反馈观众的要求的话，他会觉得你是在针对他。所以它有接近性，它也有亲切性，它更有粘性。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网络直播或者直播带货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时效性。所有的直播网络带货，它都会制造一种时效。什么时效？这个价格在这里就有，或者在这一刻才有，这就是时效性。这一刻才有，所以大家都去抢，一抢没抢到，
通常第一次不给够，第二次，哎，我再抢一次，哎，再抢一次抢到了，结果全部都抢到了，基本上就这样啊。所以呢，直播带货呢，它有它的这些属性，这些属性呢是其他的销售方式都不具有的，所以它能够，你比如说现场直接买，现场直接卖，你不可能面对很多人的。你说一个商场搞10万人，那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但是你直播不同，直播你上来可能几十万人，几十万人它形成的这种氛围那是不一样啊。所以呢，现在所以它的直播带货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其他的销售方式不具有的优势啊。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么火的原因就在这里啊。那么目前几个直播平台主要是一个是淘宝，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快手啊，这3个平台是比较火的啊。谁挣钱啊？当然主播挣钱，但是真正挣钱挣大钱的是叫 MCN， 叫 Multi-Channel Network， 什么呢？其实就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 4A 公司啊，相当于就是 4A 公司啊。它因为所有的大家知道，直播的主播是一个主体，它是这件事情的关键。但是光有主播不行，还有一个 MCN 是帮主播组织货源，形成一个物流系统。你光有个主播在那喊没有用，你后面得有一套人马配合你，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物流系统配合你，所以然后你还有人帮助你把你的各种位置卖出去，什么坑位费啊，那坑位费很贵的啊，坑位费你比如说像辛巴、李佳琦、薇娅他们这种主播的坑位费就是排位费，排位费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超市的上架费。一次像辛巴一次，李佳琦、薇娅他们坑位费8万到30-50万不等，就是你能上就得给钱，就排队的钱啊。那你比如说像张大奕、雪梨啊，他们都得3到10万啊。当然越往后面的坑位费就你有的是，当然你没有什么价格，没有什么影响力的，那可能坑位费根本就没有啊。所以有很多，这里面就有很多。还有一个真相是什么？还有一个真相就是上去卖的这商品，商家不挣钱，挣钱的 MCN 挣钱 ，MCN 是挣钱，主播挣钱，商家不挣钱。商家为什么不挣钱？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你打那么价格都打骨折了，还挣什么钱？挣不了钱。那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商家会觉得我就全当广告费了，大概是做一个这样的这个吆喝吧。所以商家在这个销售过程当中挣大钱的基本上没有，打平就不错，通常都是赔钱，这才是真相。那么直播带货这次中国把这个电子商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什么？这次中国真领先了，电子商务在这一块直播带货，为什么？原因是明星们都没戏了明星们没戏了，都冲去搞直播带货了，才会有直播带货现在的景象，否则的话就没有。OK，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这2天也没什么太大的新闻，所以我会把平时我们没有时间讲的一些题目拿出来讲一下。那么也请网友们有什么也可以给我提一些意见，就是你们看到的想讨论的议题，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环节跟我说一声，引起我的注意，我也会，我尽量的把我的视野拉宽一点，但是我会漏掉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我们关注的事情，我们可以
告诉我好吗？好，明谢Helen 谢谢，唐伟谢谢 Hobby N 谢谢，Beatrice 强谢谢 Kim Yo Min 谢谢Lin Takayama 谢谢 Jackie 谢谢 Jackie 平谢谢，情绪学生应该是受保护的弱势群体，但墙内整个学生群体长期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真心疼他们，也愤怒这个社会。首先是生命不仅仅是学生，其实就算是成年工人，他们在这样的工作压力之下也是很辛苦的。所以首先是工人，就是首先是站在那里的一个人，然后是什么？然后是学生学生应该，我们看到全世界对待学生的态度然后你再对比一下中国的学校，中国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对学生的态度，你就会发现这有本质的不同。你比如说六四事件直接用枪杀学生，这就是中共干的事情。所以我看到这个习近平的番话，我就非常的愤怒一个国家对待学生、对待儿童、对待妇女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所以呢，我们经常在网上碰见有些人上来就跟我讲，我很保守，我是保守主义者，然后就批判各种福利制度，批判这些那个，我就很不耻我就很不耻这种态度保护弱势群体是一个人类进步、人类文明的最起码的态度。观点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值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的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摘自《共产党宣言》。这一段马克思用来批判资本主义黑暗面的一幕，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范围的呈现。我真的不记得《共产党宣言》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谁翻译的？翻译的真烂情况我15年毕业后在无锡 TCL 王牌电器实习，当时生产线上的小年轻就是来自河南商丘的技校学生。有位同学就曾经说过，不来实习就没有毕业证，工资只有一点点。后来经理也说，工厂和技校有长期合作，就是剥削这些技校的学生情况我以前做劳务派遣，所有学制3年的技校、职校，有1到2年是实习期，其实就是学校通过劳务公司把学生卖到工厂，工厂每人每月给4、5千给劳务公司，发到学生手里只有800到1600，劳务公司抽100-200块钱，剩下的全是学校赚。100个学生，学校1个月能够挣30万，1年就是360万。毕业的时候，如果有学生留在工厂，学校还能拿到每人2000块钱所谓的卖人费，这就是实习和包分配的真相。可耻吗？可耻，非常可耻情况：陕西省榆林市陕煤集团为了环保指标，已经把投入200多亿的项目骤然叫停。家里的人反映居然是共产党真的有决心减排我当时一阵子难过，这是什么鬼思路？现在的情况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嘛。当时这个煤炭不够的时候就上，管都不管，直接就上。上了以后发现环保不行，过不了，那就再下，折腾嘛，就不怕你钱多，就怕你折腾不完情绪打开网易新闻，发现国内栏目的新闻无处
无外乎3种内容：歌颂党，谁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光辉事迹；外交部回应质疑。国际栏目的内容更加不堪入目，光是标题用词就臭不可闻。哪怕在去年情况还没有恶化到这种程度，还以为我自己打开了朝中社的网站，实习生跳楼主流网站根本没有。知乎上虽然在热榜，但下面是讲监管部门对这类现象的打击和有关部门立法的先知坚决。观点：养育一个小孩就很艰难，还压迫小孩劳动。看到这样悲惨的结局，还有那个中国人哪有中国人还敢生小孩？应该把这个学校关掉，以免危害宝贵的生命。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在干这事情。我说所有的技校，其实所有的专科学校都在干同样的事情。有多少学生？你知道有多少学生吗？在技校里面，中国有一半的学生在技校里面啊，这就是他们的命运，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这样的命运啊。所以为什么高中只能中国的高中升学率不到50%？为什么？就是这些人被拿去干什么？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啊！观点：在台湾没什么技术的工人，一天也有300人民币，有技术的一天是500-600。如果把这种情形跟中国所谓的建设速度来看，中国的工程没什么品质可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然，观点：中共对于生命的态度非常的漠视，对于安全一点也不重视，经常看到空调工人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爬到高楼外安装外机，包括前段时间死于检查化粪池的工人。那是中国的安全措施都是样子啊。情况我就是做营销推广，直播带货其实和最近的国潮国货很类似，就是一种降维消费的美化说法。没钱买贵的产品就买平替产品，打折促销全网最低，充斥着直播间。抖音推罗永浩也是想做直播业务，因为抖音平台的属性是内容和直播其实格格不入，比快手带货能力还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所以希望通过罗永浩来做个榜单，带动抖音直播的风潮，但是还是做不起来。后面就不行，后面我觉得它效果没那么好。观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披了马列皮的暴秦。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农民工人都是被专政者。其实这个社会只有2个阶级，实税阶级跟缴税阶级。习以中心之主自诩以毛为偶像，可怕之处在于此。一个以自身意淫幻想为目标的独裁者是最大的灾难。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段话写得非常的到位，非常的棒。我们的网友的水平真的不是一星半点的厉害非常厉害。你看我很想再读一遍，我再读一遍行吗？观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披了马列皮的暴秦。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农民都是被专政者。其实这个社会只有2个阶级，实税阶级跟缴税阶级。习近平以中心之主自诩，以毛为偶像，可怕之处正在于此。一个以自身意淫幻想为目标的独裁者是最大的灾难。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非常好观点：我看着那些红字，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仔细看，其实里面只有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永远正确，永远统治着中国人民。情绪支持王老师，很多中共的谬论都是似是而非，为了自身的利益乔装打扮，玩弄话术，把 CCP 的洗脑水变成洗脚水，彻底的揭露揭穿。提问：从秦始皇统一6国
秦朝沙丘之变、西汉七国之乱、隋唐玄武门等，几乎每一个专制王朝最高权力交接都会面临一场危机。请问王老师，为什么很少因为接班人危机导致专制王朝的覆灭？我还真不知道。权力交接始终还是他们家务事。其实你可以看啊，王朝，除非你出现更替，有一个王朝替换另外一个王朝，它中间是一个场革命。但是王朝自己内部的权力交接，其实以王朝而论，都是他的家务事，就是父亲把权力交给儿子，或者是兄长把权力给他的弟弟等等，这就兄终弟及啊，或者是其实到最后，清朝用了一个最好的方法，什么方法？皇帝把这个儿子的诏书啊，这个传位的诏书放到牌匾上面去，谁都不知道是谁。这样的话，后面的清朝的这个王朝的更替就非常的顺利啊，就非常的顺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之前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就定一个太子，太子是谁？太子就是接替王位的人。接替王位的人就或者叫备位的元首，有点像美国的副总统。美国的副总统基本上是没什么用处的，只有一个用处，干什么？你就等着这个，万一这个总统死了，出什么意外，我替他把任期做完，这就是美国副总统的功能，或者我们就叫他叫备位的元首。中国的朝代就是立一个太子。这是备位的元首，万一这个皇帝死了，这个太子就继承大统。但是这个情况呢，就经常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呢？这个太子跟其他的王子一看，这个人是我们所有皇子的敌人，因为他会继承大统，所有的王子联合起来对付他。然后朝中又跟这个王子又开始勾结，权力斗争打得一塌糊涂。如果皇帝处理得好，这事情还好；处理得不好，那就血流成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宫廷内部的问题，大部分是什么？大部分都是源于既是国家大事，又是家务事。国家大事跟家务事，这个政治和亲情纠缠在一起。搞不清楚。大家知道，如果你有两个不同的身份，一个身份是国家元首，一个身份是父亲，你把这两个事情搅和在一起，事情就搞不好。所以搞不好的原因是这个原因。那么他为什么不会覆灭？反正肉烂的锅里，不管这个家里任何一个人当了皇帝，都不是别人，都是自己家里人。所以他没有形成革命的条件。情绪之前在国内玩的网游的时候，试了下在游戏里打民主之类的词被屏蔽，我就明白了中国特色的民主就是不能说民主啊。观点：土共一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做了多少毁信誉的动作了？从百花齐放，到引蛇出洞开始，到香港50年不变。到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一贯的翻脸不认人，还能对他的言论深信不疑的都是奇葩。但是我觉得呢，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还要说出来。我们不仅要说出来，还要在他无耻吹牛的时候反驳他。我觉得必须营造一个这样的舆论才行，否则的话，厚脸皮就成为了他通行证怎么行？那不行，厚脸皮要成为什么？要成为他的靶子才行啊！观点：对于中共来说，人是没有地位的。各个城市的人才市场为什么不成为人才中心？听着像牲口一样被任意贩卖。草原英雄小姐妹可以牺牲人的生命去保护牲口，
动画里面的熊二之类的动物可以任意戏弄人类，而唯一的人是个反派，人还不如畜生，这是有意贬低人的价值，以利于统治。对啊，人才市场，人才市场是干什么？人才市场就是买卖人口的地方呗，你就叫人才市场啊。情况，直播带货，很多产品都是坑蒙拐骗。之前老妈看直播买了一个艾草精油，我说一定是假的，然后判断里面应该是辣感剂，多半是辣椒碱加香精。给她看了阿里巴巴批发的辣感精油多便宜，老妈才相信，把东西退了。直播带货有没有假货？当然有假货，多了去了。但是你在淘宝上买到多少假货？你去拼多多，拼多多的情况是，你买的货里面有多少是真货的问题啊？拼多多的情况，淘宝是你买的货里面有多少和你预期不符合的问题。那么直播带货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直播带货有个风险，对于博主来说，他要把个关，他要是不把关的话，假货会毁掉他。所以直播带货理论上来说，应该比淘宝的网店更可靠一点，因为你如果你天天在喊他带的货是假的，或者是劣质品，这个博主会有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直播带货还有这个好处啊。观点：明星带货直播最大的问题是不专业，那些明星真的不了解自己的卖的货。我看过一个大陆明星直播卖海参的有线耳机，玩耳机的人都知道 HiFi 线，标红的一端是右端，结果直播中带货的明星把红色的右端当耳机线用，好吧，当左边耳机线用啊 ，OK。啊，是这样的吗？我都不知道。情况，昨天和北京电影学院的朋友谈项目，他说现在连一线的明星都没戏拍，大部分都上综艺节目。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审查制度，很多资金不敢进来，怕拍出来没法上映，资金打水漂。现在明星没戏拍，都没戏拍，都没戏拍怎么办？都没戏拍就上综艺。为什么要上综艺？必须上综艺，不上综艺就没有机会曝光，所以都去上综艺，上了综艺有曝光率，然后干什么？直播带货呗啊！直播带货是什么？本质上来说，直播带货就是把名气变成流量，把流量变现，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情况，潘长江跟嘎子的扮演者直播带货，嘎子欧阳奋强啊，不对，欧阳奋强是贾宝玉，嘎子，哎呀，嘎子是我们那个时候潘冬子啊，潘冬子是嘎子吗？哎呀，我这都乱了都，跟我再说一下到底是谁？嘎子，小兵张嘎，哦，想起来了，小兵张嘎啊，直播连麦。潘长江告诉嘎子说：“直播带货水太深，你把握不住，你让叔先试试水。”然后此事网称潘嘎之交，网友也说嘎子带的酒都是假酒，喝完人就傻，好吧？情况：澳梦编程618还在大量推销课程，然后6月30号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就把课停了。这几天加了好几个上千人的维权群。很多家长反映自己刚买了课，1节课都没上呢。我自己本人也有100多节课没上，损失1万多。大家都反映投诉无门，所有的部门都不受理，网络上也没有见到有媒体报道。这就是中国的和谐社会、法治社会，太讽刺了。讽刺不够，这叫什么？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啊。提问，请问王老师，直播带货里的商家基本不挣钱，
未来的直播带货占消费比例越来越高，那么这些商家怎么能够持久的活下去？活不下去，除非这个商家通过直播带货把他的名声传出去了，那么他通过直播带货吸引到一批用户，这用户继续用他的货，那他就有生存下去的空间。如果他不断的直播带货，然后一直不挣钱，那当然他要倒闭，这是肯定的啊。商家是利用明星的名气来打广告，所以他愿意低价，低价是吸引的消费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不能说现在直播带货是打折低价就说明消费降级，也不一定，因为全世界价格是一个市场核心的工具。那么所有的市场，降价都是非常有力的推广手段啊。只不过呢，现在直播带货它还不够饱和，它饱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降价空间就越来越小。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们再看看吧。这个直播带货刚开始没多久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情况，中国的北方和浙江有大批直播带货训练营，简直跟传销一模一样，人人打鸡血，整天在那里齐声喊口号。最可怕的是，采访其中一个16、17岁的女孩子，她说她姐姐在带货，也没念什么书，我看她赚不少，所以我也要来。这就是中国的梦，超过半数的未来就是我们的中国梦，黄粱美梦。这是直播带货。我们之前，关于这个直播这件事情，现在叫直播带货，以前的直播主播靠别人打赏，现在可以带货，多一种模式啊。你在北方，什么事情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训练，对吧？员工培训也可以这种打鸡血一样，都可以。为什么？还是文化的问题嘛。情况：嘉兴、嘉善、孔雀城某几期房子严重偷工减料，去开发商不理，再去市政府直接驱逐去淋雨。今天刚刚大暴雨，太可怜了。提问：看过蔡霞教授的一个采访，说中共的党内有改革派，以赵紫阳、胡耀邦为首，请问王老师对蔡霞的观点怎么看？我从来不认为中共里面有改革派、保守派之分，中共只有两个派，一个是当权派，一个是不当权派或者靠边站派。赵紫阳也好，胡耀邦也好，他还是中共的总书记啊，他们有一些想法跟其他人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说，中共的方向是差不多的，只是手法不同而已啊。当然，我说的是粗线条啊，我们还有更细致的分析啊，有一些也对中共的研究更深入的，他可以更细致的分辨不同的人不同之处在哪里，这个不同之处有什么影响，我没那么粗，我没那么细，我没有时间去研究那么细。那我不否定这些研究啊，这些研究可以多做，但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中共就是两派啊，我不觉得中共里面当然这里面叫什么？这里面有不同的角度看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啊。观点：纵观世界各国民主制度，基本上都是一个政府后面有一个国会制约，加上独立的司法以及选举制度，地方政府也实行三权分立。选举制度，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地方政治的民主。反观中共，人民军队中一党，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一个是人民，人民民主是个笑话。提问：请问王先生是否了解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流程？看到赵之流天天奔奔，如果有记者当场怼他们，想想觉得很痛快，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有啊，怼啊，也怼啊。不过呢，现场的记者天天都在那里上班，所以理论上来说，
现场的记者和新闻发言人他们是属于工作关系。记者的任务是什么？记者的任务是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去怼他们。怼他们得靠你，而不是靠记者啊。坐标一家汽车金融公司，领导让我出一个创新的金融产品，市场调研后大概的想法，但是落地却碰到了其他部门支持部门的抵触，请领导帮忙协调后，他们走了过场，依然不配合，感觉他们满足或者忙于他们自己的工作，觉得我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是增加负担。请问王老师有什么建议破局？当你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的时候，而其他部门因为没有诱因因为他做你的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没有诱因，那没有诱因的话，他就走过场，就敷衍你，敷衍你就没有效果。那怎么办？无非是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政治解决，就是让你的领导找他的领导，通过他的领导去收拾他们，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完成这个动作。另外一个，你就要提供一个诱因，至于诱因是什么，你自己想办法啊。提问：拜登跟普京会议时曾经警告普京，俄罗斯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必须有限制，有些地方是不可以碰的，否则美国会反击。最近俄罗斯就对美国发动了蛮严重的网络攻击，但是没有看到美国有什么回应。请问王老师，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也想问一下，我也不知道啊。情绪从2019年开始听王老师的节目至今，真实和严谨的风格让人舒服。有时候想问问题，但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耽误老师时间，还是想多听多学，支持王老师。千万不要这么想，所有的人都可以发言，所有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这个很重要。没有人是有优先资格的，所有人都有资格啊。这里面没有先来后，就没有这个高低贵贱之分啊，大家是一样的。提问，请问王老师能不能开一期讲讲中国的莆田系？莆田系大家还不知道吗？莆田系的后台是谁？莆田后台就是莆田系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